这个是比较老的时候，那么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药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布置。那我们背后这个呢，就是他们的火车站。原来那边的人要过桥到这边来的话，是要付钱的。今天开始我们的德国加上瑞士的第1集。那今晚的特哼机场啊，这一团 mini size 的小团体出发喽。我们现在来到了莱茵河，这个可以算是在欧洲，也可以算是在德国最有名的一条河——莱茵河。那莱茵河呢，它最特别的也就在于说，你今天来到了莱茵河，坐这个莱茵河的游船呢，看着莱茵河两岸的这个葡萄园区，还有城堡区，哇塞！就是一个最浪漫的旅游。很多人去过德国，但是真正单国深度之旅的人不多。很多的人去到瑞士，但是真正单国深度之旅的人也不多。所以呢，有时候团体就会形成了4个国家到5个国家，或者是像这种2个国家合并在一起，或者是单一国家各有不同漂亮巧妙跟有特色的地方哦。你不要单看这个德国跟瑞士，其实在这2个国家的交界处，有时候还穿插了一下法国，穿插了一下列支敦士登。这个有时候是你要亲自来，你才会知道哦，原来不止2个国家，还有边界国。
来，看看莱茵河两岸喽。要看莱茵河的两岸，当然呢，我们就要先了解一下莱茵河，一条欧洲国际的河流，从瑞士开始流出来哈，对阿尔卑斯山开始出来哈。老贵对，这是西欧第一大河哈，老贵这个列支敦士登咱有去啊，奥地利咱无去啊，德国、法国咱有去，最终对这个荷兰捞入去北海，转长1200几公里哈，伊嘛是。这个欧洲莱茵河是欧洲上长的一条河啊那在这边呢，我们最主要呢，大部分都是来到哪边呢？都是来到了这一个莱茵河德国地段德国地段其实当然不止德国可以玩了但是德国地段它是最热门的地方。先怎讲？第一个。因为德国这一段的莱茵河，它的观光、船只、交通发展的比较完整。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一条莱茵河畔上面呢，它被誉为是世界遗产，因为德国的这段莱茵河对法兰克福开始以为这段呢，它有一个叫做城堡之旅但这条莱茵河，你会使德国的法兰克福这条莱茵河，你会使看到上界水，就是当这个山头顶管的夹着这个城堡。莱茵河被歌德誉为上帝的赐福之地其实有时候我们来到了某一些国家，不管是中国也好，不管是欧洲也好，常常可以听到人们对于这一种河流的这一种这个称赞。其实最主要的很多的原因来自于哪边呢？来自于说呢，因为河流以前就是孕育他们的母亲河，甚至呢，人们呢是逐这个河流而居啊，所以这个河流对于以前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呢，还有包括中古世纪，这个骑士神奇的传说等等呢，都在这个莱茵河两畔的城堡呢留下了很多的历史故事。所以呢，真正的深度的莱茵河之旅呢是什么？这阵啊，兼开车，就是车子啊，坐船开之后呢，游完之后呢，再来坐车子再来横跨这个莱茵河的两岸两旁边去驻这个城堡这个是所谓的定点之旅很多的观光客欧美的观光客、日本的观光客来到莱茵河呢，比较少像我们这种台湾的团体他们来到莱茵河可能就搞个4天在这边细钢的道理家想到因为要住这里的城堡，要享受这里的这一个莱茵河畔，但是旅游团呢怎可能这么做这个没办法旅游团一定要尽快的把最漂亮的景色呢扫秀给扫开来扫到我的囊袋当中赶快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旅游的方式旅游的方式要比较快速一点太慢就来不及了太慢了每回看不到了那这一段是德国的莱茵河，法兰克福这一段的莱茵河，所以咱哪里看台湾人有世界澳洲旅游的时阵呢，我们可以，如果你是我的忠实观众你可以其实稍微留意小王在介绍的这一种旅游，为什么？因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我刚刚所讲的嘛在这个莱茵河有很多段你要看看你游到的是哪一段的莱茵河那德意志这个国家统一了100多年东西的统一呢也大概有20年，快到了吧那在这一个创造的金发女妖罗雷莱到现在呢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200几档的历史这一条德国最著名的莱茵河所以你拿到这个莱茵河的游准的学生呢，其实你可以听到的比较有名的这个故事呢，就是罗雷莱这一个金发女妖的故事那在这一条全长1000多公里的境内呢的莱茵河呢，可以感受到起源200年前的文学史的浪漫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为莱茵河歌颂的这一些原因，其实当你真正身处在当中的时候呢，你就有法度感受到这个莱茵河的重点
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所在嘛，真侪这个以前的地形啊，布满了火山的温泉，即摆当然无以前啊吼，所以呢，当这个所在坡德生长的纬度较高，这个地方也是世界3大冰酒盛产地，也可以叫它叫做葡萄酒之路。美丽的景色，除了两旁边壮观的城堡，我们这次拍起来刚好因为有起一个薄雾再加上逆光拍摄，所以拍起来没有那么清楚。如果今天没有薄雾的话，真是漂亮。这一条呢城堡之旅，再加上葡萄酒之路呢，哇，真是棒啊，真的是很棒哦。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圣果雅的小镇啊，下船了哈。下船之后呢，我们当然也要来品尝一下道道地地最有名的这个德国猪脚圣果雅小镇我们下船了。所以其实我个人，你问我喜欢哪个国家，我很多国家都很喜欢我很多国家也喜欢去探究它但是每一个人不一样了每一个人看法不一样。对我来讲旅游是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非常重要的一块区块所以呢，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去探究每一个地方它给我们的这种震撼，给我们的这种特色呢，给我们的这种知识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来，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圣果雅小镇。背后这个呢，就是他们的火车站，大家能看得出来，这是火车站。我说那个是防空洞，是不是啊？开进去。对啊，就是地下室的。但是我们这背后就是他们的火车站。很多人会很好奇说，这一个为什么在这一个莱茵河两旁边呢，会有这么多的城堡？其实，因为以前的这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德国呢，其实早在20几年前呢，德国还分成两边呢，分成东德跟西德嘛，对不对？那你再把这个东德跟西德再往前推展100多年呢，你会发现东德跟西德其实它也没有分开来嘛，那你再往前再推一点呢，其实德国拥有非常多的什么这一种小城藩就是有一个库的小城堡。这个小城堡呢，也就是代表这边的一个贵族，一个小王国，所以德国才有那么多的所谓的童话故事有那么多的国王、公主跟王后。我们常在听这个这一种童话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听到什么？童话故事的什么常常会听到童话故事当中的这个哪个国王哪个王子啦，哪个公主啦，哪个城堡啦其实是因为在这一个旅游的过程在这个他们的发展史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是很多的小国家来把它合并起来。到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大国家，那以前呢，一个城堡、一个碉堡呢，就有一个城主，就有一个国王，就有一个国王生下来，当然就是王子啦，跟公主啦。所以为什么在欧洲有那么多的国王跟这个公主的原因在这边。那来到了德国，我们更可以看得到在德国中世纪时候产生的所谓的铁甲武士。那这一些呢，武士们出来征战的时候呢，以前没有新防弹衣，所以呢，他们就要全身穿满了盔甲，甚至呢把头都包起来。这也就是德国铁甲武士的由来。所以
所以你来到德国的时阵呢，你会使看到真侪城堡，嘛会使听到真侪故事，嘛会使看到真侪铁甲武士。其实这是有很多小小的城藩国家所合并起来的一个大国家，在全欧洲都是一样。但是呢，尤其是在德国，这种城堡割地为王的地方呢，非常非常的多。那在莱茵河畔当中呢，斯佩耶尔，这个沃尔姆斯美因兹，等等呢，也可以看得到，因为每一个区块的地方，所以呢，它每一个区块就产生了非常多的这一种巨大的这个主教堂。那我们现在呢，下了车之后呢，我们一路走过这个小镇，准备来吃我们的巨大德国猪脚。哇，这家餐厅我来过好几遍了。其实我真的我很喜欢德国加瑞士这个行程。这个行程真的，我其实推展了好几次这个行程呢，当你亲自来到这边之后呢，你就会有很强烈的这个感受我看到吧伊的底卡一支大支的是因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嘛，其实呢，跟它裁切的那块部分有关系德国猪脚其实是金黄色的那种烤过的皮再淋上酱汁，再配上酸菜所以德国猪脚很多人看到哇流口水。德国猪脚的特色，皮香肉厚，脆而不干这种物件呢，要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酒来到德国有2个东西，我觉得很推荐吃的，德国猪脚不能少。另外一个是什么？德国的香肠不一定你吃的但是呢，这个是人家当地的美食这个低卡你看要大鸡连饭都免吃得饱。因为这条路是一条内河这个它只能到这里就是说再往上走的话呢，水就比较浅。那大船的话，一般能开到海德堡，作为这个德国这个就说文化的这个发祥地的话，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讲是德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的小镇。这个一讲到海德堡可能会就是联想到海德堡大学，联想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歌德那德国还有很多名人包括政治家，包括这个艺术家思想家，还有科尔这个原来的这个总理的话呢，在市中心我们能看到他们老的这个教堂这个是老市政厅广场。山上的话呢，能看到这个古老的这个城堡。那待会儿城堡呢，我们会坐缆车上去。最古老的一个这个桥梁老桥。那么在这个桥头的话呢，这个都有雕塑，特别是在老城区这边的这个像城门一样原来那边的人要过桥到这边来的话是要付钱海德堡，这一个漂亮的古堡，它代表着这个德国。海德堡的旧城堡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代表。1764年6月，因为雷击破坏了这一个海德堡大厅的建筑，城堡呢起火燃烧，成为举世闻名的废墟。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海德堡是他到过最美的地方。当时这个马克·吐温呢，一旦也修刷顶管下，伊对这个小顶沿着这个莱茵河畔，街下路的灯火，规个海德堡的古城区错综复杂的道路，让伊感觉足水
所以当时讲过，海德堡是伊无享受过遐水的魅力景色哦。但是迄是马克吐温啊哈，咱是今麦的现代人啊。那海德堡的景色、海德堡的景观、海德堡的特色，你亲自来到这边，你就可以知道了。但是你知道吗？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后壁面的时阵呢，德国的城市呢，全部唔是去用盟军的飞行机甲bom互变成废墟，就是去用当时的欧洲的联盟军队呢，地面部队呢，拍甲整个都烂掉所以呢，德国的城市呢，大部分拢毁坏于第二次的世界大战，而海德堡是唯一毫发无伤的一座城市。很多人可能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受？中国大陆有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文化大革命呢，是为了其实换一个立场来讲，有时候是为了好统一这一个国家所做的这种焚书坑儒更早以前的秦始皇等等这种动作。而欧洲地方呢，有像这一种历经了这种世界大战，所以他们一样都是在这种战争或者是在人为的破坏底下呢，荡然无存。海德堡曾经驻扎德国最优异的110步兵师，这个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1941年曾经在俄国前线作战那之后呢，这一个历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免于战火的原因有各种说法那但是呢，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当时英国跟德国是的确有默契的，不轰炸这个历史名城上海德堡有几种方式第一，行路；第二，坐车；第三，坐这种电缆车上去坐到顶悬面来看下骹是这个海德堡的古城区城区甲顶悬景色无啥相共真水那这个坐到顶悬就会使看到海德堡这一座大学它漂亮在哪边啦那在这一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当时海德堡其实并没有重工业，也不是交通枢纽，不是盟军轰炸策略性的目标，这也是海德堡它没有被轰炸的原因来，咱今嘛克莱宾馆克莱海德堡，这是个大学城。也是个观光景区那个旧海德堡大学到这我们现在已经坐了这个缆车已经到山顶来这里面呢还有最特别的学生监狱监狱用来惩罚那些在海德堡干坏事的大学生。前面有没有看到那个桥从上面拍下去可以看得到这个海德堡的老桥然后还可以看得到海德堡当中非常多的这个雕塑，然后前面呢也可以看得到这一个横跨内卡尔河的桥，就是那一座老桥是贵族希尔多尔下令建造的。这个你下去拍反而没什么，从上面拍比较漂亮这座石桥于1788年完工，设计的时候是用中世纪的双倍闸门塔这个塔可以当作石桥的守卫室，也可以当作地牢来关犯人过了闸门，由南端走上桥之后，就可以看到西奥多尔巴洛克式贵族造型的这个雕像了卡海卡代表这个莱茵河、多瑙河跟内卡尔河的河神那这个是我们从海德堡大学上面所看下去的这个景色看下去给你看到的这个画面从上面看老桥跟从走到现场看老桥呢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在上面的这个地方是这一个海德堡。那这个海德堡呢，我刚刚有讲过在现在来讲，如果这个学生监狱还在哇，你被批斗到死根本不可能。那么以前的社会呢，有钱或者读册的不得了无爱好好读册，给他帮他搞怪我就给你抓起来关起来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学生监狱。那干坏事的学生做什么事会被关起来？比如像吓跑这个村民养的猪啦，
然后就把他们关进来啦。为什么以前的夏宝他们的猪会没得吃啊？只提供白面包跟水给他们啊。当然啦，乖蒙乖啦，下早嘛要甲上课调皮的学生呢，就担这个壁内底画满真侪物件写上家己的名到关的日记这毋知大家有去这个学生监狱看卖无那这就是这个海德堡真特殊的其中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呢一定爱来甲看你若来到这，当然啦，有的人感觉讲海德堡那也是看这边学生监狱，一定爱看也这个啤酒厂当然啦，这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啦。所以海德堡认真来看，海德堡其实拥有非常多的历史，还有它的小故事，在这个海德堡大学里面来，我们走进来看看吧。这个通常的话呢，就是说早期的话呢，这中间这段时间是吊起来的，只不过现在把它改掉了。这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呢后面还有很多的这样洞，那这个洞就是很酸，要堵到墙里面，这样外面进来就周围的扶手。然后这样的肋骨的结构的话呢，可以讲就是哥特式的比较典型的样子。那我们从这后面的这个钟楼，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到了这个16世纪以后呢，这个每个城市它都需要有钟楼，也就是说有条件它才会去做。我们在这看到呢，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崇尚骑士精神，在欧洲，大家这个那个时候是自己有一个地，他会找很多人，因为像有寨主的话，他一般会拥有很多农田，然后很多人给他交租，他就是以这个为生。那这样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来，这个土匪就会来。对。那个时候有钱人的话呢，他们都会骑马、剑术，都能这个跟人家去拼。所以在这个墙面上，挂件啊，他们是全副武装的。对。然后这个狮子就是对面的那个狮子，一头就是一头母狮，它也是就是代表这个家族的，就是象征。威势。我们的那个这个谁啊？小刘应该是狮身了听在这里像烧香。当然，城堡当中呢，还有非常有名的这一个这个制药的方式德国的药这大家免讲这真有名，非常有名所以这个海德堡这个大学呢，其实在当时呢做了非常多的这个贡献对德国。那当然走进来这里面呢，还有看得到从这边进去呢，我们会先看到旧的海德堡演讲厅还有这里面有这个大学博物馆呢，然后这个里面呢还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的这个海德堡当时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特色当然我说了在这一个海德堡里面最重要的，当然呢也是吸引最多观光客的是在哪里是在这个它的建筑，还有它的老桥，再加上它里面的这个啤酒桶那所以这里面呢可以往这里面慢慢走可以看得到整个海德堡非常漂亮的建筑所以一个行程不一样的看法，不一样的走法，不一样的观点看起来就不一样你来到海德堡，你看我们婉婷喜欢拍这个他很喜欢到处拍这个追供所以我就说不同的摄影师，不同的讲解人，不同的观光客，世界上来自各个不一样的国家呢的人来到一个地方，他所做出来的观景的角度啦，看事情的眼光啦，对风景的赞美度感觉都不一样我有时候也不太懂，说为什么他要拍那一个这个追供在欧洲其实那个水管很多那有的真侪是以前买啊你们现在当然了欧洲的老历史嘛就留落来
啊，到即摆无拆开来，啊，有的呢就放一个真好的造型底，啊，有的人感觉还做水的哈，有的人感觉熬酒笨色汤做水的，我讲的是真的哈。你看这个是象征自由和平的女神哦，拿一个天平秤在上面哦。有的人觉得这个屋顶的这个翘角，这个雕像很漂亮，每一个人看法不一样，你们知道了吧？众口难调就是这样哈。所以在安排一个行程上面的时候啊，往往很难针对单一个人下去做事情哦，你只能用大致上所有人的这个看法，还有这个普遍通常性的做法下去做这一种旅游观光景点的发展你才有办法呢把它推展得出来。摄影师也是一样每一个摄影师他着眼角度不一样，拍起来的感受呢就完全截然的不同。你看，你说欧洲人厉不厉害？你看他以前就会画出那么繁复的天文像图用这一个用太阳日照时间的方式呢，标示出它的这个高度，它现在是冬季还是春季因为一年四季当中，太阳虽然都从东偏起来，东边起来，但是日头照落了，迄影甲日头的方向，佮小可偏无啥相共，你就会使看出这个即马是冬天啊，热天，即马是秋分啊，立冬差不多都无啥相共这就是我感觉讲澳洲踮时钟方面真厉害的所在所以像澳洲的表袂介遐贵有原因的啦他们在18世纪的时候，差不多在17多17、16世纪这两个世纪的话呢，他们原来就说对医药的一个研究，然后他们当时也是你看他们的家具，用那个陶瓷的罐装草药粉，或者是草药跟泡也是泡汤嘛，那跟我们那有何其的相似，但是就包括他们的这个家具，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这个家具也是用抽屉式的，然后呢，用瓶子和陶罐来装它的这个药材。那他们也同样知道，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草药，就是说除了泡制的话呢，也可以把它打碎，可以这样敷，对吧？可以服用它的汁。这些呢，就说是他们最早，比如说进入这个医药治疗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时期。那当然到了后面成熟了，就慢慢研究药丸这个针一样。对。那这个是比较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药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布置。这个是什么呢 ？Insulin 是什么？胰岛素这一个算是胰岛素。你要说它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胰岛素呢，因为呢，诺贝尔医学学生呢，1904年得到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呢，在这个海德堡呢，这个因为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的效果呢，当时他们在读册的学生呢，得到了诺贝尔的生理学跟医学奖，你了解吗？这个是胰岛素那当然，胰岛素并不是他真正由海德堡的学生发明的，是从加拿大这个所在来发明的但是呢，当时在海德堡的这个学生他所发明出来的所以我前面介绍到你看看这个有多么的厉害在这一个算是在这一个德国它的医学研究成分的发展呢有多么的这个厉害那 OK， 那我们现在呢看完海德堡里面呢很多的这一个，包括这个罂粟、大麻，哇，太多了。他如何用这个东西呢来去再去治疗疾病啊？如何用胰岛素来去控制这个糖尿病等等啊？所以我们进来海德堡料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在19年代所创建了很多的馆，然后包括这个海德堡大学有什么不一样？海德堡的大学的图书馆藏书有200多万册哈，还有很珍贵的14世纪的手抄本。海德堡也是德国甚至欧洲的一个大科学研究基地，研究的成果呢也相当的丰富。这里收在光这个地方就是出过10位的诺贝尔得奖。18到19世纪的时候，海德堡就是一个知识中心哦，各种的文学团体就来到这个地方。20世纪呢，来自美国的富豪还捐赠帮助了海德堡大学建立它的大学校区。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海德堡呢，可以看到很多的研究所，包括原子、物理、医学、天文、外国法律。哇，海德堡包括对德国癌症都有一定的研究。我们进来看看这个巨大的大酒桶，可以储存22万公升的酒。这个也是海德堡的另外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景点哈。几乎所有的人都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这里旁边还有一个时钟会敲钟的哈。这个大酒桶呢，你可以到这个最上面的酒桶上面去看哦，从它的顶端看下来哈，哇，这个海德堡的酒桶呢，几乎所有来这一个海德堡的人呢，都一定绝对也罢免的哈，一定会行到这个酒桶来这个酒桶看嘛。德国的最大的这一个葡萄酒桶，这里还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大酒桶可以储存很多很多的酒。倘若一个人每天喝1公升葡萄酒的话呢，则连续喝600多年才能够喝得完哦。当然在这边呢，也可以知道这一个这个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国王在德国的故事一个国王因为喝酒救回城市的这个故事哇，在这里面呢。还有当时的管酒大臣他都可能还得雕像，有没有看到这个管酒的大臣佩克欧的雕像？相传他是一个侏儒啊。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Paco， 他是个侏儒，一口气可以喝下18加仑的酒有人劝他戒酒他也同意了。没想到当他饮下第一杯白开水料呢？的 Sayonara 是什么故事啊？但是这是真的但所以从此以后呢，别劝人戒酒，这是在当地开玩笑所流传的一个话